来吧，新玩具！今天我们来玩 K 级梦幻魔丸再版的这一款金属配色的狂龙。盒子的外包装依旧和原版的一样，也是照着玩具画出来的一个2次元效果。纸品方面，全彩印刷，中英文双语说明书以及一张人物卡、信用卡的材质。配件方面，本款会内置地台以及尾部的喷火特效键，现在已经装在大飞机上面了。这个尺寸还是相当巨大的。上面的橘黄色透明驾驶舱，这边的引擎也有刻画出来。武器可以搭载在翅膀下方，安插透明特效键以后，尾部也有了一个喷射的效果，挺整齐的。再加上这一次再版，它身上的这个白色是上了漆面的，还是挺漂亮的。底盘来看也算整齐吧。这一款狂龙的设计属于阴阳色啊，上边是白的，下边是黑的，中间的一条界限非常的分明。驾驶舱整体打开，头领战士的小人可以坐在里边。同时，这一块驾驶舱的位置设计非常有趣啊。首先，纯白的漆面，这个效果涂得很不错。然后，透明的橙色舱盖里边也是通透感非常的强，可以直接看到里边的内容物。机舱盖的侧面这里有一个开关，往前推，里边的仪表盘就会被点亮。这里边有灯组的刻画，安装一枚 CR2025 型号的纽扣电池。不过，当你在打开舱盖的同时，这里边会有一个小钩子，刚刚好勾住这个开关，往前一拨，也就是说，你一开舱盖会自动的把仪表盘点亮。这个小钩子设计非常巧啊，就这么一个简单的造型零件，把开关一拨，这里边的灯组刻画透出来的效果质感也是非常高级的。很有科幻的那种味道，毕竟是一个老玩具的再版形式啊，所以我们也不讲的那么细致了。整体的飞船还是非常漂亮的，我们来直接把它变成大龙的形态。首先把2个透明特效键拔下来，挂在翅膀下方的武器拔除，3个起落架翻折下来。后边的这一对起落架掰的时候啊，它会有一个锁点。挺紧的，使点力。好的，打开尾部小爪子连接的2个卡槽，同时卸开这个地方的一个卡扣，腿部往下放。胯部的这一块关节里边有2段的合金齿轮，这块是合金件，所以大腿的形状按你喜好去摆放吧，放在哪个地方都可以。然后这2圈有2个旋转的轴，注意这一块胳膊的一个肘关节，我们当成了龙的膝盖部位，调整到这样活动正常的范围之内。然后小爪子立起来，旋转180度。这个根部是8方向的棱轴，可以去进行定位。前方一对小爪子，下方有卡扣，打开，把这个卡扣卸开，然后顺着关节折过来，翻到白白的肚皮，这2个小方块打开下方的7型钩锁定，然后整体的齿轮关节往上抬2节，把这块放下来。腹部这一块也有齿轮关节，一共4齿，看个人的喜好去翻折它吧。打开驾驶舱，把头领小人取出来。尾巴尖这里再撇一点角度，让这个尾巴平贴在地面上就好了。肚皮下方这里有2个燕尾锁扣，我们把这一块拨开，拉起来，左右拆开，打开这个盖子，把龙脖子的部位翻折起来，再盖回去。左右结合，头领小人变一下，脑袋插上去，大枪挂在后背。过程来说还是比较简单的，设计方面并没有特别的复杂。龙的尾巴非常的粗壮，很长的一根，耷拉在地上，起到一个第3条腿很好的支撑效果。嘴巴这里可以张开，里边有尖尖的牙齿刻画。而且眼睛这里也是橙色的透明键点缀，相当的漂亮。其实这个东西我觉得不太像是恐龙、哥斯拉这一类啊，反而更像是那种巨蜥一样的大蜥蜴吧。
造型方面来说也是非常的复古啊，很记忆古早式的那种动画片的那种丑还原式审美。而 KG 的东西做的一般都是这个味道吧，也是他家的一个统一风格，在古早记忆党的收藏里边还是比较受欢迎的。接着我们来把它变成人形。变人先拆头领战士卸下来，其实嘛，翻一个面儿。这边就是人头的脸了。我感觉啊 ，KG 的这个如果做的再细化一点点的，可以给这儿加一个盖儿，把人脸堵上，在龙头的形态或者说小人的形态下，背后这里看不着人脸的效果可能会更好一点吧。武器摘下来，前肢折叠回来，卡住这个小卡扣，肚皮这里继续解锁开这两个燕尾卡槽。翻转上来的同时，旋转180度，放在这儿备用。这块已经立起来了嘛，我们把这两片再折进去，掐出来腰部的这个纤细感。左右开卡扣，打松，翻开这一片，然后把这个类似于引擎造型的挡板翻进去。这一片龙脖子的紫色贴合，套进去。腿部整体的齿轮关节180度翻出，这一块掰起来挺硬的，而且上下这里有2段的齿轮关节，根部的也都是合金材质啊。接着盖子翻回来，把这里全部的扣住。翻到这一侧来，脚后跟双关节翻平，脚尖根据这里的2段齿轮关节再归位。腰部齿轮关节旋转180度，扭到这个方向来，这回就可以把弯腰的齿轮关节立正了。升高以后，直接把这一根大鸡头撸正，这里有无损的咬扣，双关节180度翻折下来。注意在肩膀侧方这里有2个小钩子，把这里要翻出，翻上来以后。卡住这块金属零件的边缘凹槽，等于把肩膀固定好，锁死。胳膊继续变形，把这里翻转180度，龙爪子直接贴回来，靠在这里即可。手臂两侧的盖子打开，拳头180度和引擎换一下方向，然后顺着这个胳膊肘的关节。我们把这一块转到正确的角度上，紫色的面冲前，手腕拧一下，翅膀顺势往后归位，大鸡头后方这里的卡扣插在一起，后边的这一片嘛就直接贴在了驾驶舱上面。翻到后面来，打开黑色的左右舱盖，安装电池也在这里边了 ，CR2025 的型号。然后根据这2段很大的齿轮关节，把机头180度。贴合上来，背后这里其实就这样吧，敞开了。变形的最后一步 ，Head On， 打开胸板，里边有能量树枝条，安插头领战士，咔嚓！哇，狂龙的树枝还挺满的。人形的效果可以说憨憨厚厚的吧，非常复古的记忆风格，基本上也能还原出动画里边的一个原著效果。从侧面看，因为有巨长的脚后跟存在，所以硕大的背包在这个地方的支撑效果也是可以的，完全不会后仰摔倒。再加上全身的齿轮关节撑的力度还是不错的。背包太大了，有一些碍眼，但这个东西也算是一种复古的风格吧。记忆玩具其实就很大了。2枚特效键也可以插在胸口，作为2个胸炮发射的效果。总的来说吧，变形难度其实并不高啊。这一款也算是，尤其一个3变战士啊，这么简洁明了的能变形出来，其实效果也还可以。全身上下塑料的质感还是非常不错的。当时对这款狂龙原色的时候评价就是挺高的了。而这一次的再版精涂了以后，金属的配色上的漆面颗粒感会很棒，拿起来那种手感也是挺不错的。本身来说，身上的合金零件也特别的多，拿起来非常有分量，很砸手。脖子左右可以旋转360度的话，会被这个小转轴稍微的挡一点点。肩膀位置一个很大的齿轮关节，举到这个幅度就是极限了。肩膀位360度旋转，这里是齿轮关节，撑的也相当稳定，而且齿轮相当的舒适啊。2头肌根部这里可以旋转，变形的需要，同时下方转轴小臂这一圈也可以旋转。
手肘双段关节曲臂差不多能达到135度左右。手腕独立旋转，同时全指可动手。腰部制作了独立的齿轮关节弯腰，这个在龙行的时候也是一个变形的需要。左右旋转这里也是齿轮关节，也能转一个挺大的幅度啊，但是360度会被背包卡住，转成这个样子，我觉得摆造型也够用了。前踢齿轮关节撑得很稳，后踢让开一点背包的位置，也能踢到一个挺大的幅度。侧踢可以踢平，也是齿轮关节，并且虚位不是很严重，所以站立起来非常的稳定。大腿根部左右旋转，这里也是齿轮，但是因为小腿后方这一块的零件造型所限，所以即使两段齿轮也只能折到90度，极限了。脚踝前后齿轮关节，左右接地这个地方也是齿轮。上手的体验其实还是挺不错的，变形简单流畅，人形所有的关节几乎都用了齿轮啊，定位效果也很好，虚位也不是很严重，所以整体的来说，做工质感、手感、造型方面的涂装效果都是属于上乘之作。而且硕大的背包这一点虽说是致敬记忆玩具吧，但也看得出来啊，在设计方面并没有取到一个很小的折中效果，能把背包压缩一下。但好在长长的脚后跟足以让它支撑起来这个背包的重量。所以整体来说啊，目前也没有什么撞车的第三方，包括官方在 MP 短时间之内，我想着也不会出狂龙这角色了。倒是素质做的还是诚意十足的。虽然说变形设计可能不会有大家想象中的那么的巧妙，但起码3个形态也能还原个七七八八。再加上这一次重涂了以后，质感方面、涂装方面做得非常的漂亮。那么得嘞，这一款 KG 梦幻魔丸狂龙的再版重涂就是这样了。